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热乎的。昨天 Hot Toys 公司刚刚发出货预告，今天旗舰店就已经补款拿货的这一个潜行美国队长 2.0 这一款，当时开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期待啊。然后出货了以后呢，怎么说呢？有一点点的两极分化啊，今天咱们就来亲自体验一下这东西究竟做的如何啊。首先咱们主体已经拿出来了啊，整个主体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体型方面还可以啊。螃蟹手的话确实是有一点，这是我出厂拿出来盒子里面啊，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任何调整。整个体型呢没有啊美队中期的那么壮硕啊，相对来说啊，而且也没有美式翘臀，但是里面有一点填充物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争议比较大的就是这一颗头雕了。咱们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个灯光我看看怎么调整啊，调整的稍微好一点。来看一下它这一颗头啊，我觉得个人的这个感官来说，这一颗面罩头的话，最起码是现在我觉得 HT 出货至今做的最像最好的这个面罩头了啊。刨开一个比较奇葩的一个嘴型的话啊，这个平镜脸，我觉得做的非常的神似了啊。我个人眼里的话，这颗面罩头包括这个表情起码有个9分啊，包括一个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对吧？而且这个面罩上面也有一些战损啊、做旧的这个涂装啊，而且脸部的这个嘴型替换啊，也没有什么缝隙，看上去就一体，非常舒服啊。包括下巴这里啊，整个的头雕跟脖子是分体的。我们看一下耳朵的一个细节也是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个面罩头还是不错的。在我拿到之前呢，我还心里面想我要狠狠的吐槽一下啊，因为之前我看那些官图啊什么的都非常奇葩啊，但实际上拿到手以后，确实还是可以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个头雕，从这里这个面罩头上面啊，磁吸的，给它拿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可动眼的一个结构，嘴型这里也是磁吸的，单独可以去替换，所以你不用再去插拔这个头雕，所以相对来说会很方便啊。不然每次去插拔头雕去做可动眼或者是后脑勺打开的话都非常不便。这一次这一个开可动眼的这个调节啊，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啊。不吸上去以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穿帮点，很舒服啊。单这颗面罩头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有点夸张哦，2600多，有点贵了啊。这一款如果是旗舰店订的话啊，如果你有 V5 的折扣，好像是1680还是1690，1700都不到啊，非常合适的这个价格。好，然后我们现在再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战衣，整体的战衣用料啊没有那么的厚实，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的可动会稍微好一点点啊。包括腹部这里的话是有一点填充物的，比较薄，胸部也是有啊，摸上去有点弹性。然后整个胸口的一些还原度啊，包括这里一个米国的这个国旗，包括这边神盾局的这个标志，我觉得涂装都是做的非常到位。背部的这个卡扣，虽然说这些都是一个软胶材质啊，没有用到皮啊，但涂装还是可以啊。背部这一块可以看到内部是一根勾线啊，这个线直接缝上去的啊，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像这里的话挺牢固的，但是这边出厂就有点松了，看到吧？这一点我感觉品控还是估计每一款都不一样啊，有的可能是比较规整，有的这边就是有点炸开，比较可惜。好，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下这个腰带，这个腰带我觉得这一次的涂装呢，比我以往看到都还是比较细啊，特别是把手抬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腰带是可动的，
中间的这个金属卡扣虽然说是不是金属的，但是它这个涂装的质感在灯光下还是不错的。好，然后旁边这些腰带上的这个小挂包，虽然说不能打开，但是它这次的涂装，我觉得还是就算是近距离看也还是不错的。虽然说还是无法打开比较可惜。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整个裤子也是比较薄这边的口袋全是封死的，没办法去打开比较可惜。但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空间的应该可以给你做一个打开放点东西，对吧？虽然说这个也没什么大的必要。然后看一下手臂整个的这个做工还是可以。膝盖是一个软胶但偏硬。然后看一下鞋子这里的话就非常脏各种泥渍，也是一个分体式的所以相对来说脚的可动还是可以的。但是整体上看上去的话就会显得这下方怎么这么脏，但是整个素体衣服包括这个手套这里手型这里都太干净了，稍微有一点点割裂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反而很脏，对不对？好，然后看一下整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镜头拉远，放远一点，咱们来瞧一瞧它的这个可动。首先头部可动，头部可动呢没什么问题，360度都可以但是转的时候当心不要去蹭到也不用去做那么大的一个幅度侧头没问题，抬头的幅度稍微低了一点没那么好。低头幅度倒是可以，因为脖子跟整个头都可以往下移没什么毛病。而且这脖子的这个色差跟脸部几乎是没有的，这一点也是做的比较好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手臂可动。首先看一下抬举，这里两边摸出来像一个小海绵一样的，有点弹性手臂可动的话抬不了太高，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再往上的话已经有回弹了。前举来看一看，这差不多是我举的一个最大限度了这里已经绷紧了，看到吗？建议不要去用力过猛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还是比较小的。手肘部分能到这里，而且这一次它这个手套我感觉应该是做的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它这个关节不会暴露。但是这里的这个看一下合膜线有没有还行合膜线也不是看得非常清晰，这一点关节的这个穿帮这次做的也是不错的。往后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这个衣服虽然说薄但还是紧身衣，你想做太大的这个幅度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困难的，好吧？然后看一下大臂也有一个旋转的空间，但是幅度很小左手这里这个刻画也是细节还原到位。胸腰可动来看一下，差不多到这里。往后也有，左右看一下，左右也不错侧腰也有，而且关节都是比较紧的。然后到了下方来看一下腿部的这个可动首先劈叉，回弹了，看到吗？里面是一个魔术贴，后踢几乎没有，前踢来看一看，差不多到这里吧，没办法了。屈膝标准一个可动没问题，大腿也有旋转的空间，幅度不大里面是有一点点的，我看一下有没有填充这边没有，整个腿部是没有填充物的，摸了一下。然后到了脚这里，把靴子稍微往上提一下，左右有一点点阻尼感很强很紧，往前往后都可以，旋转也没问题但是就是这个鞋面做的太脏然后细节方面的话呢会少一点点，就觉得你这个鞋子既然做脏了，你这个膝盖也得稍微弄点泥渍吧稍微有一点点的割裂感比较可惜，其他没什么问题整体效果起码是比我拿到之前跟拿到之后做对比的话拿到之后确实能开心一点本来开官图的话确实有点那啥了
OK， 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讲到这里了啊。然后再多说一句，这边所有的一些都不是贴上去的，而是一个软胶材质啊，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时间长了会掉一块什么的，要掉就全掉了，对吧？OK， 主体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还有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好了，外包装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依然是一个传统的抽拉式的外包装，然后正面可以看到这个美队的一个 logo 啊，下方的话呢是潜行 2.0 啊，整个的正面就是咱们美队的一个盾牌，也是咱们主体里面那个盾牌的这个颜色啊。分量方面还行啊，没有特别的轻啊。背面的话呢就是厂家。OK， 我们来抽开。迅速打开，可以看到正面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物了。这次手型这给的有点多啊，可以看到2排全是手型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个表情啊，反正这个表情包已经被各大群都玩坏了啊。然后真人头啊，本次的主体跟盾牌。然后背面来看一下哦，这边的话呢还有一个神盾局的一个标志。背部啊，就是咱们产品的3个造型了，对不对？就这样。好，然后我们再来打开内部啊。当然，如果是全新的话，上面也是有这个原贴啊，咱们给它撕开，然后应该就是一个单层啊。地台的话呢，好像是一个磁吸地台。来，下方说明书。第1层啊没了，一共就1层啊，这面点东西。这个地台搞了一个磁吸的，倒是挺有新意的啊。好了，包装方面的话呢，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啊，特别是几个表情，还有那么丰富的手型，都有些什么特色。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配件啊。首先说明书，配件比较少，但说明书意外的有点厚啊。我们来瞧一瞧啊。首先这一边啊就是一个 pose 啊，给你看一下，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几个重要事项啊，下面给你写出来了。然后鞋子这里可以看到啊，这可动要非常注意啊，不要去弄断了啊。然后这几个脸型的一个替换，可动眼的一个调节，然后这边真人头的这个可动眼的调节啊，头雕替换啊，然后这个空头盔是没办法去装上去的啊。这个老玩家都知道啊，不管 HT 哪一个这种空头盔，基本上都戴不上去的。好，到了背面，手臂的这个可动啊，它这里竟然可以调到120度啊！我刚刚往上硬拉，感觉这个衣服都可能会崩线啊，比较危险啊。然后手肘、腿，所有的一些可动。好，然后这边。一个特定的一个手型啊，接盾的啊，可以摆一个特定的这个 pose， 这个小手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然后这个盾牌啊，有很多的这个使用方式，也可以背在后面，用这个磁吸的一个配件，还是非常帅的。然后这边搭载的这个握持的手型啊，也是要替换的，可以看一下，按照它的说明书来准没错。最后就是一个磁吸地台，那这次配到了一个磁吸还是非常可以啊，而且外加它会给你一个夹腰支架。啊，去摆一些特定的造型，这样的话呢，双重保险还是可以的。啊，说明书这么多啊，给的还是非常详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啊。首先标准的给了一个手型的一个补件，对不对？可动眼的调节器啊，非常传统啊。然后就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手型给的特别多啊。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啊，先是这一对，都是一个造型手。看一下手型的这个涂装啊，还是做的不错的，而且不油啊。这次的手型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因为我之前也玩过几个美队，开箱过，之前几个手型我都感觉啊太光了，细节没有那么多，或者是太油了。这一次做的恰到好处，还是可以。好，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一对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握持手型吧。啊，手指细节啊，这是第2对了，对吧？然后来看一下这一个啊，单独的一个手型，只能握持在右手上啊，去插这个盾牌，当一个 pose， 或者是接这个盾牌的啊，还是可以，单独的一个。
啊，然后这边又是一对造型手，啊，然后再看一下这边也是一个握持手型，单独的一个，啊，然后又是造型手，然后这边啊左右手都有啊，刚刚说错了，没仔细看啊，左右手都有一个接盾牌的一个手型，所以它一共加起来的话，而且这两个手型也可以看啊是不一样的啊，握持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看你自己怎么去玩。一共给到了是1对、2对、3对、4对、5对，包括主体手上那个握拳手6对，然后单独的有一个这个握持手，那就是6对半啊，非常多的一个手型啊，很丰富，对吧？好了，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啊，单独的一个面罩，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全是一个软胶啊，可以握持在手上。整个的这个涂装细节跟主体手上这个面罩啊几乎是一样的，拿在手上当个 pose 还是可以的，整体效果还不错，而且比较厚实。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啦，就是这个真人头雕，兄弟们，这个真人头雕呢，很多人都说啊，它这个真头雕没有之前就是霹雳火的那个像啊。这次我们就来详细的来瞧一瞧了啊。我来看整个面雕在某些角度的这个相似度，我觉得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啊，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高的了。但是正面看啊，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但是我也说不上来啊。然后面部啊，大家最诟病的，我也看了最多的几个群的一个评价就是。HT 祖传的这个麻子脸啊，脸没有那么干净，在很近距离看的话呢，它还是脸上会有很多这种啊，但是在中距离或者远距离看还是不错的。然后视频当中呢，这一个脸好像是偏黄一点啊，但实际上实物啊还要偏白。胶发依然是传统工艺啊，然后。后脑勺开盖方式的这个可动眼调节，对不对？发缝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明显，还算可以啊。顶部的话呢，这里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侧面还行，能接受。这次胶发做的也还是可以，也不错，包括发根部位啊，也还是可以的。整个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眼睛做的稍微大了一点。HT 现在就是一直都是因为眼睛的一个大小的问题，导致这个相似度稍微打一点折扣啊。但我觉得这一款稍微比以前的那一些好一点点了，但希望后期还能再调节一下啊。起码现在在我的这个个人的审美当中，现在我觉得最像史蒂夫·艾文森的这个演员的话，还是霹雳火排第一，然后这颗头雕啊排第2，已经算不错了。之前的那几款真的是我觉得就不说了吧，好吧，整体还是不错的。替换的方式也很简单，咱们来尝试一下。首先啊，我建议啊，大家先是把这个底部跟着嘴型拿掉，这样方便一点啊。然后去拔，给它拔下来。但是啊，你去插上去的时候呢，很容易压到这里面的这个衣服啊。咱们来看一下，看这样旋转塞的话，它还是会陷下去一点衣角啊。最好有个小镊子，或者是手比较细的，给它扒拉一下啊，然后我们再给它插上去。插上去了以后，如果你手比较细，也可以不用小镊子，自己用手指啊，给它衣服这里的角啊稍微拉一下就行，没什么问题。但是切记啊，指甲不要太长，不然容易弄坏啊。好，就装上了，大家看一下装上主体以后啊，这个脸的这个感觉怎么样？虽然说不能说是一个8、9分像吧，但还算可以。比较白。OK， 真人头那咱们也看过了，现在啊来看一下非常
争议的几个嘴型，一共有2个，一个是稍微龇一点牙的，一个是对不对？实际上这个嘴型怎么说呢？它的细节涂的真的很不错了啊，对不对？这个整个的面部表情，对不对？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装上去以后啊，咱们来看一下啊，磁吸的，对吧？吸不上去，再把这个给卡上。好，我稍微再调整一下啊，这个就很奇怪了，它这个嘴型装上去了以后，就是相似度就大打折扣了啊，不知道为啥。这是本款作品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没办法接受的一个特征了，一点都不像，干脆还不如不做这个嘴型。然后我们去换另外一个来看一下，就感觉会好很多。吸附的时候还是建议啊，先吸嘴型，卡到位，卡进去一点。这个也会，这个起码稍微好一点吧，兄弟们，对不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嘴型也是不怎么像，说实话，唯一比较像的就是它这个平静脸的那个嘴型了。那这2个嘴型我是绝对不会用上的，真的有点奇怪了。哇，实际上涂装方面都没问题啊，只是合上去了以后就有一点点的啊，反正是我个人的审美关系吧，可能啊，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其他没啥问题。好，然后来看一下盾牌方面啊，首先，这个盾牌依然是给了一个塑料啊，不是合金的，涂装方面没什么问题啊。HT 对于美盾的之前各种版本的盾牌啊，刻画的都还是不错的，里面啊也有这个做旧的涂装啊，然后它给到了好几种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也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卡扣，这个是怎么卡上去来着？给它这样卡上。2种操作方式，这个卡上了以后呢，就是吸附在背后的。这个磁吸力度，说实话啊，非常一般，非常一般。我来操作一下，现在吸附上去摆一个造型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晃了一下就掉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上下弄反了。应该不会啊，但是我整个手放上去这个吸力确实不是非常强，而且容易晃，但用一用也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反正平时也是摆摆造型，不会太激烈的去运动它啊。然后就这2个软胶的涂装是没有问题，这个绑带啊细节都可以的。绑上去了以后去做手型的一个拿握持，就这么一点。好，最后就是这一个地台了，它这次竟然没有给经典时尚小地台，给了一个这个磁吸地台，而且这一个神盾局的一个标志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地面的这个做旧啊，金属质感没问题啊。然后这边这个名牌也是非常可以啊，但是下方没办法像友商一样去调整这个磁吸的一个方位啊，下方就是它的产品的一个时间啊名称，对不对？然后配上这个，从这里插进去，插进去了以后，通过这个去调节这个松紧度，应该是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给它抽出来先。哎呦，但是这个比较紧啊。好，然后看看磁吸力度，哎呦，哦，它应该是整块的磁铁，我靠，这磁吸力度可以啊！啊，上一款我记得是，直发的，也是有一款是磁吸地台啊，寡姐啊，对，直发寡姐也是这个，这个磁吸力度比寡姐的那一个还要结实，
非常牢固，怎么晃都晃不下来啊！完全不需要支架，你就可以站立了。用这个支架呢，就是需要去摆点 pose， 对不对？摆点动作啊，然后你去用这个支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了，差不多也就把玩到这里了。然后整体的这个真人头的效果，我觉得就还行吧啊，但是稍微因为眼球的一个关系，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呆板啊。我觉得还是面罩头的那个平静脸是最好的。整体让我个人去评价这款作品的话呢，比我预期的看了出货图、官图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实际上分数也不是很高。但如果这一款是原价，对1600块钱左右，1700，我觉得是还算可以，起码是现在为止除了霹雳火以外做的美队里面应该是算是最好的了。HT 出货到现在然后现在这个价格2600、2700左右，我觉得个人还是不大推荐的，可以等一等代理的货全部出完了以后再去看一下这个价格究竟如何。起码这一次的这个潜行 2.0， 它的货量肯定会比异形高一点点，对吧？来把磁吸放在背后。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Hot Toys 公司出品的这一款美国队长潜行 2.0， 咱们就开箱把玩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